之前呢，我有分享过一道叫脆皮五花肉，我發現大家接受度很好。那其實這一道菜它的這個做法很繁複，那我今天把它稍作改良，只要簡單一個步驟，我們就能做出媲美脆皮五花肉那一層酥脆口感，而且又裡面鮮嫩多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慶，今天跟着阿慶的腳步一起來制作這道酥嫩多汁的香酥五花肉。今天的主角五花肉，我会建議你到豬肉攤，因為今天它需要的厚度比較厚。我這個大概是在3.5到4公分，因為今天這一道菜哦，它的厚度夠，待會下去煎，它煎的時候它會逼出來一些豬油，表皮會呈現酥脆的感覺。如果你的這個肉的厚度不夠，它會太乾，所以我推薦大概3.5到4公分是最剛好的，大概就像這樣。然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買這個3層肉，肥瘦均勻，起來口感也不會太油膩。好，那現在第一步，五花肉洗乾淨之後，直接切對半，然後呢放到裡面來做一個最簡單的醃製。我們只要鹽1/2小匙，用鹽去醃這個肉，它有個好處就是會使豬肉它本身的鮮甜味，還有它的口感會更加扎實提升。好，然後我這裡我有放入八角大概3顆，好，跟着八角一起醃，然後薑切一些薑片，薑片的量就不用多，它的分量大概在5克左右，哦，因為醃一點薑是要讓跟八角在醃這個五花肉的時候比較好入味。這裡我就不用米酒了，直接鹽下去生醃，把鹽完全抓到化掉，你就可以讓五花肉把鹽吃進去，味道也比較容易進去。那這個五花肉抓醃好之後，靜置，給它醃20分鐘。那這20分鐘就是要讓這個鹽滲透到肉裡面去，然後讓整個肉它待會鮮甜味還有口感，它可以更加的提升。那現在這個五花肉在醃的同時，來切點蔥花，等一下煎好的五花肉要配這個蔥花，那蔥花也會簡單的調味一下。再來是蒜頭的部分，蒜頭切片狀，我覺得不用太薄，因為會跟五花肉煎，你切太薄的話，它下去煎很容易過頭哦，容易炒會搭啦哈，所以這一點就是待會火候在控制的時候要小心一點。準備一鍋水，煮到滾，然後來燙五花肉，把裡面的醃料一起跟着下去，直接放下來，這樣就好了。這裡會加一個秘密武器，就是烏醋。其實烏醋燙一些像今天的這個五花肉，我覺得非常的好用，加2大匙。像我在滷肉的時候，我都會加一點烏醋。烏醋它有解膩、去油、提香的作用，雖然它會稍微帶有一點點茶褐色，但是不會影響到你的主食材太多。蓋上鍋蓋，滾起來之後轉小火燜煮30分鐘。好，那這個五花肉已經燉煮30分鐘了哦。因為這個五花肉它比較厚，所以我會建議30分鐘是最剛好。而且你如果現在沒有把它的柔軟度燉出來，待會它在煎的時候口感會非常的不好，直接就撈起来了。那這個五花肉買回來，如果有發現一些豬毛，你可以用火或是用鍋子把它繞一繞，哦，把豬毛給燙乾淨。那當然買到漂亮的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哈。好，再來是你燙肉的這個高湯，我跟大家講，這個就不要丟掉。你如果要滷肉或者是做滷味，還是說要燙雞或是煮這個水煮雞、白斬雞也好，我跟大家講，這個是非常好的高湯。你現在用不到沒關係，你可以放冷。冰冷凍，要用的時候拿出來，做這些料理，它是最天然的高湯。好，接下來步驟就很簡單了，鍋子稍微預熱一下，讓它有熱度。你的五花肉下鍋的時候，要讓它表面一開始就有滋滋作響的感覺，這樣子豬油才有辦法瞬間出來。
你後面在煎的時候，不只會更香，口感也會更酥脆。準備一個擦手紙，要下鍋前擦一下，這是安全問題。好，因為畢竟是汆燙的，它表面上多少有一些水分，就像這樣直接下來。這裡在煎就不用再加任何的油了，五花肉本身會跑出許多油出來。現在煎的時候，準備鍋蓋。其實你在煎第一面，它噴的程度還好，但是一翻面，因為豬油一跑出來之後，一翻面就會比較容易有些許的油爆，所以等一下蓋上鍋蓋會比較安全一點。那現在在煎的火候全程保持中火，一面大概煎2至3分鐘，目的是要把五花肉煎到酥脆，豬油逼出來。五花肉兩面煎香酥之後，可以的話，我們讓豬肉立起來，然後豬皮面稍微煎一下，然後記得在煎豬皮這一面油爆的幾率會蠻大，所以你可以拿鍋蓋稍微這樣子蓋着，或者是你讓它站起來，站着蓋起來，稍微蓋着煎，這樣子油爆才不會噴到我們自己。好。煎好的五花肉先起鍋放涼，因為等一下要切片。好，現在蠻燙的，它煎起來就會像這樣，有沒有看到？非常的金黃酥香。然後呢，豬皮的聲音有沒有聽到？十分的酥香。這樣子，待會配着我要調的這個蔥鹽，非常的好吃。鍋裡的豬油，把剛切好的蒜片全部放下來，下去煸炒一下。我會把蒜片炒到感覺有一點像是接近蒜頭酥的那個顏色，好，因為這樣子香氣才可以完全的釋放出來。我這個蒜頭片下去之後，小火大概2分鐘。這2分鐘，你只要看到轉金黃了，馬上關火，好，就可以起鍋。蒜片你只要看到金黃色，你就要起鍋。如果你讓它到了真正的金黃色的时候，當你拿起来，它就黑掉了。所以記得炸蒜片或蒜頭酥，你看它稍微要變金黃，就要讓它起鍋了。炒好的蒜片連同裡面的豬油一起衝下來，切好的蔥花裡面。這裡我要講一下哦，因為每一個人去買的五花肉肥瘦度不一定，那你有可能買到五花肉比較肥，所以呢，你的炸出来的油會比較多。那你自己衡量那個油量哦，這個就看自己個人的口味喜好。好，放進之後，來我這邊切一些這個辣椒在裡面，然後我會把辣椒籽去掉，因為我只是要它的顏色。然後去掉辣椒籽，你也可以降低辣度，切成碎狀。胡椒鹽，好，市售的胡椒鹽。差不多1/2小匙，因為我裡面沒有太多的調味料，我只有單純的胡椒鹽。再來鹽，1/3小匙，一些些就好，就這樣而已。好，攪拌一下，它裡面有剛剛非常香的那個蒜頭酥油，煎蒜頭的那個豬油，然後再搭配胡椒鹽，你攪拌一下，它就是一個很棒的蔥鹽。那這個蔥鹽其實用途也蠻廣。你自己如果中秋節烤肉在家，或是有燒烤，你可以配着吃，或者配魚、配海鮮、配肉都很適合。就像這樣，拌好，讓它醃一下，讓椒鹽跟鹽去滲透一下裡面的蔥。好，再來切煎好的五花肉，因為它已經有點比較涼了哈，就可以直接切了。肉夠厚，你就可以直接直刀切，有沒有？一切就會感受到非常酥香的味道。做法非常簡單，但是它又很夠味。你不用擔心豬皮會很硬，因為它已經有煮過。那煮過的豬皮有了好處，你再怎麼樣的煎，除非你把它煎到燒焦，要不然它的那個酥脆程度是讓你好咀嚼的，不會說很硬。好，再來把剛剛拌好的這個蔥鹽，來，有沒有看到？它有稍微醃入味，所以它會出一點點蔥汁啊，這個時候是最好吃的。然後就把它拌到旁邊，然後要吃之前，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胡椒鹽，這樣子它的味道會更足夠。所以這一道非常適合拿來除了配飯之外，下酒菜也很適合。這一道非常簡單又快速的香酥五花肉，上菜。今天的料理影片你有喜歡嗎？還是有什麼問題呢？沒關係，有什麼問題在底下留言，阿慶會一一為大家來解答。別忘了要幫阿慶訂閱、按讚、加分享，這樣子我更有動力為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料理哦。我們下次再見嘍，
拜拜。